辽宁省营口地区的坠龙事件曾轰动国内外，而当时捡到鳞片的邻居很多次拿出来炫耀是龙鳞。事情发生在辽宁营口，老赵这天撒了10几网都没有捞到一条鱼。老赵是老渔民，平时几网都能满载而归，这让他心里泛起了嘀咕。就在准备掉头回家，老赵发现船底有一条黑影掠过，那黑影速度极快，钻进了芦苇丛里。等他想仔细看清楚是什么东西时，黑影已经只剩一条尾巴。老赵当时也并未放在心上，缓过神后就往家赶。可水下突如其来的一股力量把船掀翻，同时老赵也掉进水里。老赵憋气正要往上游，一个黑影从他身后游了过去。等他扭过头，黑影又从他前面擦身。这次老赵看得清楚，那东西相似龙，身上还长着爪子。老赵慌忙地游上岸，踉踉跄跄地往家赶。回到家就开始发高烧，嘴里一直念叨着龙。当晚营口就下起了大雨，而邻居老刘正要拉窗帘睡觉，就看到芦苇荡方向有一条龙正要往天上飞，却被闪电劈中，接着又有几道闪电劈在龙身上。老刘连忙喊媳妇看，可等到媳妇凑到窗前，窗外只有大雨。这场大雨足足下了81天才停。暴雨之后，不少村民都说那天晚上看到龙飞上天几次都被劈了下来，村民就开始议论是修仙渡劫遭到天谴。附近的老王经过一片芦苇荡，就听到有类似牛的叫声，老王就想着是谁家的牛困在芦苇荡了，走近一看，看到一个泥坑里趴着一个受伤的龙，身上有几个伤口，散发着腐烂的恶臭，趴在坑里奄奄一息。老王就赶紧叫人来帮忙，一听有龙，大家都来了精神，纷纷都提着水，可挑过来的谁也是杯水车薪。大家都猜想这是不是前几天被雷劈下来的那条龙，甚至有人开始祈求上天救救神龙。没多久，原本的晴天又乌云密布，看着要下大雨，村民都不得不回家避雨，只留下那条趴在芦苇荡的巨龙。2天后雨终于停了，大家都纷纷跑到芦苇荡去看那条龙，可那条龙却已经不见了踪影了，地上只有一条深沟。也有很多村民捡到鳞片，再后来就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营口坠龙事件。一名13岁男孩的死亡却成为中国10大悬案之一，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重庆红衣男孩事件。只因男孩死亡当天年龄刚好13岁零13天，纯阴时间死亡。房梁为木，泳衣为水，红衣为火，秤砣为金，地为土，被一度认为是可以取走灵魂的邪术。09年11月，匡姓夫妇回到老家给儿子送生活费。按理说中午这个时间，一向内向的儿子肯定在家的，可此时却大门紧锁。老匡这时注意到后门是虚掩的，两口子推开后门就开始喊自己儿子。老匡这时注意到里屋房梁上吊着一个黑影，定眼一看就被吓得瘫坐在地。儿子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吊在房梁上，手脚都被绑着，身上穿着一件大红裙子，脚上还坠着一个秤砣。老匡妻子接受不了眼前的一幕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民警接到报警，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据老匡妻子说，今天回来是因为自己昨晚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有一个漆黑的人在自家房子打转，而且不停地朝着自己鬼笑。可今天回来还是晚了。随后再做检查，发现红裙子里面还穿着一件泳衣，而绳子的打结方式也是专业的水手结。但由于并没有发现其他人在场的线索，最后定性为自杀。男人在去世的守财奴家偷钱，却撞到死去老太太索要钱财。李忠平平时游手好闲，这天在街上闲逛，听到邻居议论同村老太太去世。这个老太太李忠平有印象，是个守财奴，他的儿子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就去了国外。这时邻居讨论起老太太生前一定留下很多钱，但是老太太儿子却说一点都没找到。李忠平刚好这段日子过得比较拮据，就打起了他家的主意。当天晚上就翻进老太太家，李忠平就开始翻找起之前的东西，可找着就感觉到屋内有人盯着自己，几次回头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怀着忐忑的心，李忠平打开一张旧桌子的抽屉，抽屉里面堆满了现钞，还有一些金元宝。李忠平长这么大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，兴奋地把钱和金子抓在手里，可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道黑影，像是有个人站在他身后。李忠平起初觉得是做贼心虚，自己吓唬自己罢了，连忙把钱都装进袋子，正在幻想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，身后突然有人喊他不要动自己的钱，让他吓了一身的冷汗。等扭过头才看到那老太太站在自己面前，人虽然死了，但亡魂一直守着自己的钱财。李忠平看着装满钱的袋子，那都是自己奢华的生活，随后抓起包就朝老太太的头抡了过去。可下一秒，老太太只剩身子站在原地，头颅已经被李忠平打掉在地上，嘴里还喊着放下钱。李忠平再也绷不住了，提着袋子越过窗户就往外跑，直到确认老太太没有追过来才停了下来。只要有钱，大不了花钱请个道士把老太太超度。可当打开包，他傻眼了，那些钱都变成冥币和元宝。这时身后悠悠传来了老太太的声音，老太太抱着自己的头颅又追了上来。李忠平再也绷不住了，朝着不远的派出所跑了过去。刚进门就紧张兮兮地躲在门后，最后犹豫半天才说自己是偷了东西来自首的。
这个男人白天是懦夫，可但凡招惹他的人，晚上都会被他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我的同事李中平为人比较沉闷，也经常被背锅。那天开例会，他又躺枪被经理骂。我扭头看他去了厕所，本想好一句安慰他不要放在心上，但我走到厕所门口，里面传出咒骂的声音。我透过门缝看到他的另一面，他眼神里充满了凶恶，同时用力地咬着自己的手腕，满脸充满了恨意。我捂住自己的嘴巴，尽量不让发出声响。我私底下把这件事告诉要好的同事小张。最初小张就提醒我离李中平远点，他认为李中平面相阴险狡诈。第二天我正要准备休息，就收到小张的电话，说是经理回家路上出了车祸，但好在人无大碍。隔天在公司，小张和李中平肩膀互撞了一下，看小张要为难他，我忙把小张给拉走了。可我不经意的扭头，却看到他正在恶狠狠地盯着小张，眼睛里充满了杀意。等下班，我和小张一起去医院看望经理，人只是有些擦伤，受到一些惊吓。经理就说那天遇到一件奇怪的事，回家路上从草里钻出一个影子，类似长相猴子模样的东西扑向了他，对着他就是撕咬，但好在车速不快，只是撞在隔离带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都认为经理当晚是不是酒驾产生幻觉了。就在半夜，我被小张的电话吵醒，他在电话里大声喊叫，喊着救命，说是有鬼要杀他。我赶紧起身就往他家赶。小张给我开门，我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，他好像满身的狼狈样，头上还流着血，衣服都被撕破了。我开始以为他家招贼了。他说半夜被玻璃破碎声吵醒，看到有个东西朝他冲了过来。小张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个东西就朝他的脸咬了一口。小张抓起他就摔在墙上，还没等自己站起身，他又扑了上来。小张见状就开门往外跑，那东西也扑在小张肩膀上。可走出卧室门，那东西突然受到了惊吓逃跑了。我这时才注意到客厅有一尊关公，看着小张说的有模有样，而且和经理说的很相像，使我不得不信。说着他拉起袖子给我看到手臂上的牙印，我拉着他去医院消毒。等白天在上班就看到李中平显得很是兴奋，我就想到他那狠毒的眼神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为了想弄明白，就下班偷偷跟在他身后。他路过超市买了一些儿童玩具和零食，但他入职的时候明明是单身，更不可能会有小孩子。可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，似乎察觉到有人跟着他。我躲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出，直到他走远，我再也不敢跟下去。从那以后我刻意的跟他保持距离。后来我也查阅到了一些资料，让我更加怀疑是李中平养了一个东西。你们相信黑猫也可以制造一场完美的犯罪吗？老人少年时曾用木棍打过这只黑猫，并戳瞎黑猫的眼睛。黑猫为了报仇卧薪尝胆，一直躲在男人周边，直到这天黑猫制造一场堪称完美的意外。郭子这天回老家看望父亲，可一进门就看到父亲已经死好几天了，可死亡原因透露着诡异，就掉在厕所的门口，导致死亡的是一根垂下来的一截铁丝。郭子颤颤巍巍地走上前，父亲的身体早已僵硬了。起初以为是家里遭到抢劫，就报了警，可警方经过勘查，并没有发现有陌生人的痕迹，最后定为意外死亡。是老人出厕所不小心踩到肥皂，手慌乱抓到门上方的铁丝，导致颈部缠上铁丝造成的窒息，而且家里的贵重物品都还在。郭子此时只想尽快安葬老人。等料理完，郭子想起之前在家中安装的摄像头，这才发现不对劲的地方，就托人找到了对灵异方面颇多的老秦。郭子直接拿出老人出事的录像，画面起初出现老人走进厕所，可几分钟也没有任何变化。老秦有些不耐烦的时候，窗户出现一个黑猫，先是观察了一会儿，用爪子推开了窗户，然后钻了进来，围着客厅转悠了几圈后，跳上厕所旁边的书架上，两只猫爪去解拴在厕所门上方的铁丝，把铁丝形成了一个弧形挡在厕所门口。黑猫才满意的从书架上跳了下来，又从厨房叼过来一个肥皂放在厕所门口，又把防滑垫拽到一边，然后就蹲在厕所对面盯着厕所门口。过了几分钟，郭子父亲打开厕所门走了出来，正好一脚踩在那块肥皂上面，身子向前倾斜，脖子正好卡在那节铁丝上面。老人挣扎了几次也没站起来，手臂无力地垂了下去，双眼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猫。黑猫确定老人死亡后，又跳上窗户，临走时又把窗户关上。这段录像让老秦两人看得后背发凉。这件事情发生几个月前早有征兆。那天郭子半夜听到父亲大声惊叫，郭子赶紧跑了过去。老人说半夜上厕所看到一只黑猫蹲在窗户旁盯着自己，而且表情复杂地表示黑猫他从小就认识，在他10几岁用棍子打过一只黑色的野猫，黑猫被他打得半死，又被弄瞎了一只猫眼。郭子一听就犯嘀咕，在自己认知里猫的寿命顶多10几年，而父亲已经80多，如果那只黑猫现在还活着的话，那至少也有70多年。但老秦随后得知老人尸体还在火葬场还未火化，并且今天是第7天，老秦让郭子放宽心，当晚就带着人来到火葬场，在监控中看到黑猫的身影。老秦觉得时间差不多，才打开停尸房的门，就看到那只黑猫正站在郭子父亲尸体旁边。黑猫见身后有动静，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盯着老秦两人，似乎明白两人不简单，转身跳上通风口跑了出去。房顶上已经被安排人下好麻袋，而那已经死去的老头突然坐了起来，看到白毛老者掏出来几张黄纸，老秦说了句在外面等你的话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60、70年代的农村都会有一口老井供全村人吃。我每次在老家玩耍，奶奶都会千叮咛万嘱咐离老井远一点，更不要好奇去伸头往井里看，说是井里有大花脸。我一直以为那是大人哄骗小孩的说辞，就是担心小孩发生危险故意编造出来的谎言。二大爷知道我调皮，挑完水后也嘱咐我不要靠近老井，可我那股叛逆劲就想看看老井里到底有什么危险，也想看看大花脸长什么模样。为什么大人都用大花脸吓唬小孩子？我战战兢兢地走到井边，伸头往里看。老井听奶奶说是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了，可让我失望的是井底只有幽绿的井水，并没有什么大花脸。可随即我的心又提到嗓子眼，因为井里并没有我的倒影。我转头就往家跑，当天晚上就出了事，一直在做噩梦。在梦里我就围着老井打转，似乎被施了魔法一般走不出那个圈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井里张望。这一次我看到井里有个影子，但不是我的。直到影子逐渐清晰，我才看到是一个类似唱京剧的大花脸。开始是冲我笑，可嘴巴却以一种夸张的血喷大口样子，突然从井里飞了出来。看到他站在我面前，我才止不住的嚎叫。我开始围着老井打转，他就一直飘在我身后，紧紧跟着我。我妈被我吵醒之后，就一直想喊醒我，最后舅舅背着我去诊所。我一直烧到62度，在我梦里一直被大花脸追着，最后听到奶奶喊我才停了下来。看到奶奶站在上面，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井底。奶奶站在井口喊我，我才醒了过来。我把梦里的场景告诉我妈，我妈跟我说大花脸是特殊时期被迫害的，被人投入井内，后来总有人在井里看到他，所以才会用大花脸吓唬小孩子。男人是一名教师，但只要看到身穿红色裙子的女性，就压抑不住心中的变态欲望。李中平结婚多年，但多年的扭曲心理对妻子并没有兴趣。最初当老师就衣冠禽兽，坏事做尽，不止一次的偷窥学生和老师洗澡上厕所，还被抓现行偷窃裤衩子，最后屡教不改被开除教师队伍。李中平迫于生活压力就开起货车，可第一天回家途中看到一个身穿红色裙子的女性，原本按捺不住的内心又躁动起来，猛踩油门撞了上去。女人虽被撞倒，但头脑还算清醒，就看到卡车驾驶室下来一个男人对着自己狞笑，先是把身上的钱财搜刮一遍，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。李中平钢筋头不好用，就开始猥亵女人，看到人没死便想掐死她。这时路上刚好路过一辆车，司机看出不对劲就喊了一嗓子，李中平被吓得一激灵，再也顾不上女人，窜上车就跑了。虽然司机报警，但因为女人受到惊吓，只提供是个货车司机，其他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可李中平却在其中找到了莫大的快乐，专门撞死、猥亵红衣的女子。短短3个月内，一共出了5起一样的抛尸案，死者无一例外都是红衣女性，衣服都盖在尸体上，但均未遭受到性侵。但李中平在犯罪的路上乐此不疲，又开车在路上寻找作案目标，绕了好几圈后，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发现一个符合自己猎捕的对象。那身红色裙子让他的血液都沸腾起来。正当李中平踩油门撞过去时，那女人却转过头，满脸是血，一颗眼球挂在脸颊上，朝着自己鬼笑。李中平看到这恐怖的一幕，闭上眼睛不敢看，本想踩着油门逃命，可哐当一声撞上一家工厂的墙。李中平缓了半天，一抬头就看到车窗上垂着2只滴着血的脚，刚才的那个女鬼正飘在自己面前，目露凶光地盯着自己。李中平没挺住，被吓昏了过去。第二天厂里员工报警，可来办案的李队长目光老辣，一眼就看到司机紧张的神情，当即就把人带回去一审，又去查了一下李中平的底细。最终李中平扛不住压力，就老实交代自己是开车撞死几名女性的凶手。而警方处理事故现场，货车玻璃上方飘着一件带血的红衣服，一直飘在空中。